了凡四训里有句话说得好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想改变命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改变自己。只要你自己把自己修好了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没有成不了的事。关关难过，但也能够关关过。人生本来就像一场修行，只有先迈过情、欲、智这三道关的人，才能够真正的迎来命运的转机。一、过钱关，必须闯过了金钱的这一道人生的关卡。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：世人慌慌张张，不过碎银几两，偏这碎银几两，能够解世界的万千章愁。寥寥语数，却道尽了人间冷暖的真相。的确，有钱便能够走遍天下，海阔天空，没有钱却能够寸步难行是不可能的，举目也比较难。我们绝不能轻视了金钱的意义，它不只是纸币与数字的堆叠，更是生存的根本资源，社会竞争的硬通道，以及一个人的立身之处。人生在世，首要之事情便是要学会创造财富，努力的去赚钱，用心的去搞钱，掌握了驾驶金钱的能力。正如英国著名的作家奥斯卡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如今老了，我才发现了，的确如此。这句话看似难堪，实则是宝对现实的深刻的洞察。追求财富，绝非毫无底线的贪婪取货，我们必须以清爽的头脑、坚定的原则去面对金钱的诱惑。要是在赚钱的过程中，守护了道德的底线，明晰为边界，秉持着与良好的操守，黑心的钱不赚，脏钱我们不沾，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、损人利己的事情，我们不去做。这也是必然一定要拒绝的事情。正所谓了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财富的获取必须建立在正当、合法、光明的基础之上。要学会合理的去消费，量入而出。无论是日后多么富有，都不应该陷入了一些贫穷的泥潭，不可一怒于铺张浪费，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方式。挥春如土，不知节制的人群，纵有金山和银山，也有一日他会全部挥霍掉。正所谓了，赚钱如针扎挑土，花钱似水堆沙。积攒财富如同用细针一点一点地绣一座城山，艰难而缓慢，而挥霍金钱却如同潮水全部涌下，转眼瞬间一去不回的。拥有了财富，便可变得吝啬冷漠。真正富有，不仅是在账户上的数字，更是在于心中的温暖。应当以财富回馈社会，救济苦人，解救他人于危难之际。多行善事，多行好事情。我们要多做一些关于人们的特别依靠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。我们爱惜他人，就是爱惜自己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鞠躬，还是不错的哟。我们既要深耕自我，不断的提升自知，技能与格识，增强了我们的创造财富能力，让自己在激烈的社会中竞争中站稳了脚跟，脱颖而出。同时，更要不断的修心，树立正确的金钱观，提升自身的一些财商。我们要对钱和认知掌控了力度的运用的智慧，唯有如此，能够真正的驾驶金钱，而不被我们的金钱所诱惑，在纷纷的复杂现实中活得要更加的从容，从而会有力量的去关系其他的人群。二、过情关，人这一生最难跨过的莫过于情这一道关卡。情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能让人在孤独的长夜中感受到一丝的温存。情又似惊涛骇浪，翻江倒海，足以将人卷入到无边的漩涡，难以自拔。亲情、爱情、
友情，乃至对故土的一些眷土，对理想的执念，皆是情的化身。它们温柔的时，如月光洒落心田，照亮生命的角落；炽热时，如烈火焚身，令人痛彻心扉的辗转难眠。世上最难解的题，不是高深的数学公式，不是宇宙的起源，而是我们人心深处的那一句难以说出的情话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我爱你，一段戛然而止的缘分，一个转身离去的背影，都可能在灵魂深处留下了经年不愈的脚印。多少人年少的时为爱不顾身，以为是真情抵过万难，最终在现实中风霜雪中伤人。多少人在亲情的牵绊中挣扎，在笑与梦、留与走之间撕扯，又有多少友情败给了时间，距离与误解在岁月的长河之中悄然消散。情关之难，难在它无形无相，却深入了骨髓；难在它来时蓬松暄软。情关之难，难在它无形无相，却深入了骨髓；难在它来时特别的澎湃，去时又悄无声息；难在它既能够成就了一个人，也能够摧毁一个人。有人因情而奋发，有人因情而沉沦，有人在爱而中宽裕与成长，有人在恨里迷失自我，困于执念的牢笼。要过一下情关，并非绝情的弃爱，而是学会在深情中保持清醒，在投入中不失自我。要学会了珍惜，要懂得放下，要学会付出，也要敢于告别。正如古语所云，情深不寿，强极则辱。太过浓烈的情感往往难以长久，执念过深，反将我们一些自身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不再动情，而是在历经了千帆，依然愿意相信美好，却不再盲目的沉淀，是在伤痕之后能够温柔待人，却不能够轻易的交付了真心。过情关是一场漫长的修行，它需要时间的沉淀，需要伤痛的洗礼，更需要内心的觉醒与智慧的照亮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够在情的流付中不被淹没，而是在爱与痛的交织中融入出了一种心得。3. 过聪明关。真正迈过聪明这一道关的，人生便如拔云见日，愈行愈愈明朗通透。世人常以聪慧为傲，伶牙俐齿，机巧应变，争一时之下高下，占言语之便宜，处处显彰智慧。然而，这种浮于表面的小聪明，往往如薄冰般的脆弱，经不起现实的敲打，反而容易伤人伤己，招来了刺蛋的与流离。真正的智慧，不在于算计得失、巧言令色，而在于看透不说破，聪明而不用尽，懂得收敛光芒，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。过聪明这一关，首先要超过了征战的一个执念。很多人聪明反被了聪明误，总想在每一场对话中占上风，在每一次较量中赢到底。殊不知，真正的高明是懂得适合我们的低头，是容人之短，量人之过。所以呢，正人古人所言的是，大智若愚，大巧拙弄。最深的智慧也藏于一些批评的外衣，最高的境界常常的显得不露声色。那些真正的通透人，并非不懂算计，而是不屑于处处精明；并非看不透人心，而是看透之后依然选择了宽厚与沉默。我们要学会用聪明滋养他人，并非压榨他人。聪明用于炫耀、操控或者是犯低，将人令人讨厌的戾气用于理解、承前与引导，则能够化作照亮他人的光。真正的通亮是能够在复杂的人际中保持了清醒，却不失温度，
是在纷扰世动的一些真相，仍然愿意语带。这样的智慧，不是冷眼旁观的梳理，而是历经了洞察之后的悲催。更重要的是，过聪明这一关，最终是要指向自知与自省。越是聪明，越是特别的不能在乎一些事情，以为自己无所知之，无所不能。然而天地广阔，人生无常，再聪明的人也有盲区的，再缜密的心思也有疏漏。唯有保持谦卑，承认自己的局限，才能够不断的突破认知的边界，走向更深远的清明。所谓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可以看清别人，是聪明，也能够看清自己，才是真正的通透。当一个人不再急于证明自己聪明，不再依赖技巧去赢得世界，而是静心之关照万物，以包容之态面对众生，他的生命便已悄然升华。他不再被情绪牵动，不为琐事困扰，不因得失动摇。他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却比从前多了几分的暮色与安详。这样的人不是变傻，而是活得真；不是放弃聪明，而是越来越聪明。于是当他真正走过这一关，聪明便不再是外显的锋芒，而成了内在的光晕，不动声色，却照亮四方。人生也因此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轻盈，越来越通透。这三关靠谁都没有用，全靠自己渡过去。每一次挣脱束缚，都是灵魂的打磨；每一次突破，都在悄悄地写下命运的方向。等到情关的弥散，欲望的吵闹停了，那些花里胡哨的心机也淡了，人生一下就比较亮堂，心里清静，外面的世界自然对你敞开。真正过得顺的人，不是天生好运，而是用清醒当船，平和当帆，通透当一下方向盘，最后稳稳地开向那片无边无际的星辰大海。好了，今天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